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。按理说快到年底了，小伙伴们都等着拿年终奖回家过年。从西装革履的 Eric、Vicky 蜕变成狗剩二喜子，想想都开心，对吧？但就在野马即将脱缰的时候，互联网大厂相继传来裁员的消息。辛苦了一年，结果还不让好好过年，你说他们多损啊！今天咱们就聊聊裁员那些事儿，大厂为什么会裁员，会通过哪些手段变相裁员，以及我们如何应对职场寒冬。12月1日，第一财经报道，爱奇艺正在裁员，裁员比例20%到40%，涉及游戏、文学、短视频研发的部门，主要针对司龄长、年龄大、薪水高的员工，另外还有试用期的员工。12月8日，澎湃新闻报道，快手对国际线业务裁员，年底前会完成北上广深4地商业化团队的裁员转型工作，并且对绩效 B 级以下的员工进行优化。前段时间，一张互联网大厂裁员的统计图更是在社交网络疯传，把焦虑情绪推到了顶点。虽然图片真实性没有得到证实，但个别网友表示自己已经被裁。深然提到了一个案例，有个年轻人1个月内经历了2次裁员。10月份，他还是腾讯 PCG 某业务线的员工，但是部门设置了一场考核，没过关就会被淘汰。结果他们业务线100多人淘汰了40多人，拿到赔偿后，他办理了离职。所幸11月他又拿到了爱奇艺的 offer。但培训了7天 ，HR 突然告诉他们，因内部调整，参加培训的20多人全部被裁。作为赔偿，对方给了他们每人一张爱奇艺会员卡，还是月卡。其实我们把时间线拉长，不难发现，2021年整个互联网行业都不好过。从双减开始，先是教培行业变了天，接着游戏、社区团购等其他互联网行业也开始阵痛。咱们看看这些企业裁员的主要原因。首先是大规模扩张，导致相关业务长期无法盈利。这些公司就像是开鱼塘的，自己的鱼塘这么大，这样一种鱼显然满足不了胃口，对吧？做短视频的也想做游戏，做游戏的也想做电商，基本上是什么鱼挣钱就养什么鱼。爱奇艺之前大规模扩张，打造苹果原生态，人员迅速增长，2019年达到了8000以上，这些可都是成本啊。去年爱奇艺亏损60亿，今年亏损还在增加，3季度的财报显示亏损17亿元。快手近几年发展很快，不过同样亏钱也快，今年前3季度亏损高达219亿元。而这主要来源于人员薪酬开支的增加，雇员福利开支同比增长159%，达到160亿元。第二个原因是融资渠道收窄，即便长期不盈利，如果有投资人的青睐或者可以成功上市，第一个问题就能解决。但现实情况是，很多企业的融资和上市计划受阻，只能先稳一步，从长计议。虎扑今年6月份又进行了一次裁员，成立17年，申请上市花了6年，这家运动文化社区网站还是没能成功登陆资本市场。除了上市，一级市场的融资计划也不太顺利，不仅新一轮融资没谈成，老股东也逐渐退出。同样上市折戟的还有喜马拉雅，先是赴美 IPO， 然后转向香港，不过上市申请至今未果。小红书 Keep 虽然上市计划也不太顺利，至少获得了腾讯、阿里等老股东的续命融资，而喜马拉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第三个原因是大佬们一直追求的降本增效的目标，这个原因更像是他们对裁员的粉饰。11月份，在快手和爱奇艺第3季度的电话会议上，两家公司的掌门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关于裁员的暗示。快手 CEO 程一笑说，快手对降本增效一直抱有很大的决心，并已从第3季度开始付诸行动。爱奇艺董事长兼 CEO 龚宇则称，当前重点是开源节流，主要是砍掉低效率的业务项目，增加和尝试新的货币化机会。你看这话说的滴水不漏，但明白人都明白，就是砍掉不赚钱的业务，裁掉人效低的员工。一般公司裁员都会补偿员工 N+1、2N， 这些还算良心企业，但也有一些坑货公司，为了不给补偿金，想尽一切办法逼员工主动离职。下面咱们讨论第二个问题，企业会通过哪些手段变相裁员？1. 公司卖惨降薪。小张啊，公司这2年业绩下滑严重，作为老员工，我希望大家一起渡过难关。公司原本计划裁员，但被我顶了下来，现在只是稍微调整薪水，希望你能理解。你看，领导个个都是人才，说话又好听，不想降薪只能主动离职。2. 强制或劝服调岗。小张啊，你这个业务线被砍掉了，目前公司也在培养复合营人才，所以我建议你去产品部或者设计部。然而小张原来是运营，有些公司甚至会让你异地工作，长期出差。3. 夸张的 KPI 指标。小张啊，你这个月业绩没达到3000万，各项工作的完成度也不是很高，绩效要全扣了。其实全公司的业绩也就1000万，明摆着撵人。4. 孤立恐吓穿小鞋。小张啊，我发现你一直没有融入公司，其他员工也反映了一些问题，你这样很影响整体的项目进展，所以建议你主动掉，免得影响下一份工作的被调。一些没有职场经验的小白很容易屈服，主动离职。如果遇到上面几种情况，想裁员又不想给补贴，我们可以采用下面几步来应对。1. 先苟着，遵守规章制度，不留把柄，以免公司放大错误故意找茬。2. 沟通尽量通过邮件，重要事务备份留底，为之后的仲裁提供证据。3. 工作记录、聊天记录也要备份，如果有劝离、恐吓等情况，最好录音。
4. 有这些就可以进行劳动仲裁，要求公司给到正常的离职补偿金。5. 如果有被裁迹象，可以提前寻找下家，但不要在公司找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面对职场寒冬，我们应该如何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呢？巴菲特不是说过吗？退潮了才知道谁在裸泳。换句话说，穿了泳裤到哪都能乘风破浪，让自己变得有价值，让老板想裁但不敢裁掉你，才是真正的大善。虽然很多公司的企业文化是把公司当成家，把同事当成家人，但我从来不认同这个说法。员工能不能留下，还是取决于在岗位上创造出来的价值。虽然口口声声说是家人，但如果被裁了，第二天就会有人坐你的工位，接替你的工作。所以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那点薪水，而是可以接触高手，发现机会，学到技能，最后把它变成跳板。薪水是显性收益，后面的这些是隐性收益，而且这些隐性收益还会加强显性收益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工作几年成长极快，跳槽可以薪水翻番，创业可以独当一面，而有些人却始终原地踏步，停留在被裁边缘。前面提到大佬追求降本增效的目标，对于个人同样适用，就是把时间精力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，提高效率和质量，空余的时间精力用来提升自己，进一步降本增效。咱们之前提到时间管理模型艾森豪威尔矩阵，把事情按照重要等级和紧急程度分到4个象限中，以此主导自己的工作计划，提高了效率，时间也就挤出来了。空出来的时间精力并不是为了摸鱼，虽然摸鱼是常态。英国一家网站做了个调查，发现办公室真正有效的工作时长不足一半，剩下的时间都在查看社交网络，与同事聊天，制作热饮，甚至还要找新工作。这种做法表面薅了公司羊毛，其实对自己也是一种损失。经济一书中提到了衡量一件事的价值的标准：收益值和半衰期。收益值就是物质、心智、快感这些，半衰期是收益随时间衰减的速度。很明显，这些事情都是收益值高、半衰期短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能用在收益值高、半衰期长的地方，比如提高技能、积累资源，或许更有价值。大家可以想一下，如果现在你被裁了，你的存款能维持多久的生活？疫情期间，我一个朋友被优化，结果找工作一直不顺利，前后拖了半年，最后还是降薪入职一家公司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再找找，他说已经撑不下去了，房贷、车贷、衣食住行不允许自己眼光太高。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很多人买了房子、车子之后不敢再乱花钱了，因为房贷、车贷都是每个月的支出大头，所以一定要有良好的财务习惯，防止出现紧急情况。看 NBA 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马克·库班，就是独行侠队的老板，也是著名的投资人。他建议每个人应该至少存下6个月的收入，而不是没钱了就透支信用卡。古典老师在跃迁中提到一个例子，重庆挑夫凭着一根扁担和一身力气，扛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，勤劳朴素，让人敬仰。但不能否认的是，他们也深陷困局之中，因为需要人工搬运的机会不多了。所以为事业接入新的链条，培养成长性的增长点，就变得非常必要。除了第一条提到的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，还可以培养自己在工作之外也能带来收益的能力。这不是单纯的利用业余时间去赚钱，而且咱们也没那么多业余时间，对吧？而是应该在工作外也不断自我增值，学习能带来隐性收益的事情，比如投资理财、自媒体这些。我见过一个小伙伴学习手绘，然后做成视频，也能带来一定的收益。后来索性从兼职到专职，不仅时间自由，而且收益比薪水还高。当新的增长点不断壮大的时候，就不用担心什么降薪裁员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提前改换跑道，不陪他们玩了。虽然裁员对企业来说只是落下了一片雪花，但对于每个员工的家庭来说，都是一场灾难级的雪崩。所以天晴的时候需要个屋顶，提前武装自己，合理配置资源，用万全的准备迎接职场寒冬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